嗨，大家好，我是阿汤。我们今天呢又要来分享宠物用品了。那在这几年呢，或者是在更早之前呢，应该就有人有听过 RFID 这个东西。这项技术呢运用在哪里呢？我不太确定。但是呢，在往前几年呢，我曾经有使用过具有 RFID 的宠物的喂食器。但是呢，我之前在测的时候，那一台喂食器的设计呢，我觉得没有到非常的好，可能感应不到，或者是呢，它的项圈的设计也比较容易被宠物弄掉，或者是容易呢在拉扯的时候呢，可能会让宠物可能有受伤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在设计上还有一些可以改善的地方。那后续呢，我就很少再看到有 RFID 的相关的产品。那近期呢，我又发现了呢 Petibro 这个品牌呢，它有推出了 RFID 系列的一些产品。像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它 RFID 的宠物的自动喂食器。那它另外呢还有出 RFID 的饮水器。那这个我后面会再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要来介绍这一台 Petibro 出的 RFID 的自动喂食器。首先呢，我们来分享一下 RFID 是什么东西呢？ RFID 呢，它就是有一个晶片设立在这个里面。那当然，可能不同的产品它的这个 RFID 项圈的这个晶片呢，长相可能不一样。那我们今天介绍的是 Petibro 这一台的，它是把它设计成一个这样子小小的搭配，它自己有项圈提供给你，你可以扣在这边，直接佩戴到你的宠物的脖子上面，或者是呢，你也可以直接用它附的铁环勾着之后呢，直接再把它装到你的宠物的项圈上面使用都可以。如果你不喜欢这个的话，你就用你宠物原本的就好了。佩戴它原本的这个项圈好处是，如果宠物去挣扎什么的，这个其实很好就可以拉开，不会硬生生的把它卡住。我之前呢，很早以前的有一只猫咪已经过世，佩戴项圈它有时候就会挣扎。我们曾经换过一次那个项圈，转不好把它拉开的。结果有一次我们就看到它在挣扎这个项圈的过程，结果项圈拉开之后，它没有打开嘛，它就变成卡在它的牙齿啊。被卡在这边有一个那个起码的那个绳子的概念，你到底是要觉得好笑还是觉得它很可怜？像这种呢就不会。那你自己的项圈你自己斟酌一下，如果它原本就佩戴习惯的话，我是建议你可以把这个呢透过那个钢环呢直接扣到你的项圈上去一起使用就好了。这个就是用来感应的晶片，上面呢有一个 QR code， 这个呢是用它搭配的这个 app 呢去扫描，然后就可以新增进去来做使用。接下来分享一下这个 RFID 的作用呢，在这个喂食器上呢，简单的说，你一只猫咪会佩戴一个 RFID。也就是它自己专属的晶片。当你那一只猫靠近这台喂食器的时候呢，喂食器呢就可以辨认出是谁来吃东西了。那它可以记录你来这边吃了多久的时间。那像之前有些 RFID 的这种喂食器，它可以记录吃掉的重量是几克。这一台目前它是只有记录吃掉的时间有多长，吃的重量呢没有特别去记录。这个我觉得可能在下一代搞不好会新增进来。不过我必须得老实说，喂食器你要是可以记录重量的那种机型呢，你会发现其实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都不太准确了。所以呢，还不如像 Petibro 这样子，直接就设计只有侦测宠物来了几次，一天来几次，然后呢，每次吃了多久时间，重量的部分怎么办呢？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讲它的机制。其实我觉得算是有解决这个问题。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台机器的一些设计，我觉得都还不错。首先，这一台机器的容量呢，它是3公升，盖子从上面打开，两侧按压之后就可以直接抽取出来。这个密封的部分呢，橡胶圈呢做的还不错，你会发现你在打开这个的过程，你会觉得像是在抽取那个吸盘的感觉，是这样有点用力的把它抽取出来，压进去也一样。所以呢，上层这个密封我觉得做的蛮好的。那上面呢一样有一个干燥剂的储存空间。那里面的结构呢，其实我自己有拆过，空凉之后想要清洗都很好拆卸，就可以直接一层一层拆卸下来，然后去做清洗。这个我就不去多做介绍。这个部分呢，你可以去看一下官网上面的一些资讯，都有介绍到。再来第二个部分呢，这边有一个显示萤幕，搭配几个控制按键。这个控制按键呢，我就不去介绍。主要呢是这个显示萤幕呢，上面现在是写 DADA， 就是大大我们家猫咪的名称。这个可以透过 App 去修改。比如说这个 App 里面呢，除了呢自定义文字之外呢，它也有表情符号可以选择，主要有4个而已。那比如说我们家是养猫，那我也可以把它改成猫咪的图示，然后按保存之后，你看它就变成一个小小的猫咪的图示在上面。你家如果是养狗的话，它也可以选择狗，保存之后。好像变成狗的图示，其他另外一个是爱心啊，还有一个我不确定是长得像什么东西，这到底像什么呢？我觉得像羊吗？会用羊的喂食器吗？应该没有这个东西吧 ？Elk，麋鹿
比较可惜的是呢，它的显示萤幕虽然可以自定义文字啊，不过它因为是点点点点的那种萤幕，所以呢它的文字呢只能用英文，就是用大大 DA 这样子。这边还有一些基本的操作按钮，但原则上我不太会透过机器去操作按钮。这个按钮呢，我是用儿童锁把它锁起来，可以透过 App 这边去设定。因为我儿子呢，他是很常会来看这里，然后像前2天他就发现，里面的那个饲料没了，然后就尝试想要去按东西，你知道，我怕他就是按了其他东西我不想要按的东西，所以呢，我就把它用儿童锁锁起来。相信大部分应该也不用儿童锁，不然猫咪其实如果有些比较聪明的，它会发现呢，哪一个按钮按了之后可以出粮的话，它很可能没饲料就一直按。OK， 有些贪吃的猫咪就会呈现这种状况。再来第二个部分呢，旁边呢有这个挡板，这个挡板作用是什么？第一个呢是当你们家是多猫家庭的时候呢，如果你饲料放的刚刚好，你会发现呢，饲料一放的那声音，哒叭叭叭叭叭叭叭，会有其他的猫咪跑来想要偷吃，就是有一只猫已经先到了 ，OK， 它头在这里，另外一只猫就会从旁边窜进来把它挤开，对，会有这种状况出现。你可能就是会一次有2只猫或是3只猫同时想要抢这个粮食。那如果这个挡板的话，一次就是会有1只，真的要挤的话，就是从这边挤。所以这个挡板呢，就是一个防抢食，其他猫咪不会这样过来挤在一起。第二个功能呢，有些猫咪的吃相比较不好，你会发现吃一吃这边满地都是饲料。那有这个挡板的话，饲料就不会从左右跑出去。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还不错。再来呢，你会发现除了挡板之外，在食盆的上面还有一个盖子，这个盖子平常右手。你看这样是抠不开的哦，这不是像一般宠物用力气勾就可以打开，然后去挖那个饲料，不行哦，它是蛮扎实的，卡在这里。那这个盖子作用是什么呢？主要是用来辨识对应的猫咪要来吃的时候，它才会去打开。如果没有宠物在这附近的话，10秒后它就会自动关上。像我们刚刚前面有介绍到嘛 ，RFID 就是每个宠物专属的这个辨识用的晶片。比如说这一颗我是没有注册过，它来这里是不会打开的。但是呢，像这一台是我家大大的，如果大大它过来的话，它就会打开。我去抓来开给大家看一下。这时候呢，如果大大它走过来了，哒，靠近了，有没有？它的项圈呢就可以打开这台机器。只要它的项圈一直维持在这里，它就不会关起来。那如果当它离开完这个10秒钟呢，盖子呢就会自动关起来。好，你可以去了，你表演完了，去睡觉。其他猫咪如果来的时候，即便是它打开状况下，有其他猫咪的项圈在这里，它照样会关上。每一台机器只会配对一个 RFID， 也就是呢，一台机器对应只有1只猫。你家如果是2只猫，想要用这个机器的话呢，就要买2台机器，分别2个晶片，1只猫1个。你会看到我家这个呢，上面是显示大大，我后面这一台呢显示花花，2只猫分2台来做使用。我一开始在使用这个喂食器的时候，我用了第1天，我就问厂商说，我只能1台机器1只猫吗？为什么不能新增？大家先想一下，你什么时候会需要 RFID 用在喂食器上面？第一个，多猫家庭，如果你是1只猫情况下，你需要吗？用不到，你也没什么好侦测，你每天来看那个喂食的量减掉多少之后，你就知道每天吃的饲料有多少。那再来第2件事情呢，当你是多猫家庭想要使用这个 RFID 喂食器，这2只猫来的时候可以打开记录它们吃了多久，我就问，这样有意义吗？这一台呢其实没有侦测重量的功能。所以，即便你有2只猫个别佩戴的 RFID 晶片，记录它们来吃了多久，你也只知道吃了多久，但你不会知道量。如果是2只猫配1台机器，等于你这个分析数据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那有侦测重量功能的机器呢，用久了之后其实很容易不准。所以我其实没有很建议那种多猫配1台机器的那种 RFID 的喂食器，并没有比较好用。为什么要1只猫配对1个晶片来使用呢？其实这个状况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来使用。比如说第一个呢，假设你有3只猫，3只猫个别使用1台的话，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了每1只猫它吃的饲料呢总量有多少。因为呢，这个只有配对这个晶片的猫咪来吃，才有办法打开这个盖子，扣掉的那些量呢，可以知道说每只猫到底吃了多少，或是每一天吃的量大概吃了多少，都可以很精准的知道。因为像比如说我们在放饲料的时候，它是以一格一格放出来嘛，一次是10克、20克、30克这样。所以呢，你光是看食盆剩余的量，或者是呢你以长期1个礼拜来看，里面大概剩下的量有多少，你就可以知道猫咪吃的量有多少。这个可以是很精准的去看到的，因为呢有 RFID 在控制，加上这个盖子呢，你也是没办法去拨开的。你有多猫家庭的控量，或者是你想要知道猫咪的食量有多少的话呢，用这个来侦测，我觉得会比起有重量的那种精准很多，因为别的猫咪吃不到。再来第2件事情呢，有养多猫的人呢，有时候呢 A 猫跟 B 猫它们的饮食习惯不一样。A 猫可能你要给它吃 A 排， B 猫你可能要给它吃
吃 B 牌。可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呢，你最后选择只能怎样？手动喂食，因为你没办法用自动喂食去控这件事情，那可能会造成 A 猫可能 A、B、10都吃 ，B 猫它只吃 B10，这个饲料你会不知道怎么放，或者是呢，你会造成 A 猫可能比较贪吃，就会变得 A、B10一直吃，越吃越胖，那就会有一些问题产生。所以你也可以有不同饲料需求的猫咪的话，你就可以 A、B10分开来做使用。我觉得这一点是还蛮不错的。第3点，如果当你的宠物呢，跟刚刚讲的那个原理呢有点像了，如果你今天有养3只猫，其中1只猫可能因为有肾脏相关的疾病，或是有些相关的需求，可能是需要处方饲料，或者是要有专用的饲料的时候，要怎么去防止其他的猫咪来偷吃呢？就是用这样子一猫应对一台，透过 RFID， 它来的时候才会吃到它的处方饲料，或者是它自己专用的那种饲料。所以这样区分情况下呢，我觉得这个 RFID 的控制呢是非常好的，你可以运用到很多地方去。特别是呢，有一些猫咪它可能会需要在饲料上面添加益生菌嘛，这时候就饲料可以完全去做分开。这个呢，就是为什么要设计成一猫一台来做使用。大家不要想说为什么不要一台喂食器可以多猫去控制。如果你需要这样的话，那你其实不需要 RFID 啊，用一般的自动喂食器，全部的猫啪冲过来吃就好了，或者是你就分2台，时间到了2台放了，大家去吃哪里都可以。Haribo 这个设计的想法呢，我觉得是做得相当不错的。它不需要有重量侦测，它只要有控制呢，猫咪哪一只可以去吃哪一台，记录它有没有来吃饭，吃了多久，剩下的量你只要自己打开盖子一看就大概知道，或是每天你来看一下食盆里面剩多少就可以了。如果现在大家有小建议的话，我会建议呢，像这个盘子食盆，我不确定是不是不锈钢，反正它是金属的，里面是全平的。那你知道像现在有一些喂食器，它会做有一点倾斜的，就是为了让粮食不会卡在这个最里面这一排，能尽量的往前靠。因为像我自己有发现，这一台唯一的一点小缺点就是，当猫咪吃，它会变成这样子一个么字形，就中间都吃空了，剩下边缘这样子。放在里面的时候，这个盖子的最里面呢，并不是食盆的最里面靠进去的，它其实有点挡到，所以猫咪在吃的时候呢，真的蛮容易就留下一个么字形的饲料痕迹。我试了1-2个礼拜，大概都是这个状况，很容易出现。剩下呢，猫咪如果自己比较想要吃，它就会用猫爪去把它剥出来。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就会建议让饲料在出的时候可以更均衡的每次出去到前面一点的位置，让猫咪在吃的时候更方便一点。App 的部分呢，操作其实跟你平常使用的那些喂食器的 App 大同小异。就比如说你可以立即喂食，但是它是以时刻为一单位。在第2个呢，就是可以安排喂食的计划，你可以增加呢不同的计划上去。再来呢，跟一般不同的，它就多了一个盖子的控制。盖子进来之后，它可以选择呢完全的维持打开，比如像我现在是选开放模式，按下确认之后呢，它就会打开，然后就不会关上了。这个是保持开盖的模式。第2个呢，就是个人模式。个人模式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最好的运用。当这个宠物的 RFID 呢靠近的时候呢，它才会打开。当它离开的时候呢，在10秒之后就会自动关上。再来呢，第4个功能就是 LED 的显示屏，就在这边你可以显示要显示什么。没有粮食的时候呢，这边也会显示成红色的，请你要新增这个饲料，或者是呢有其他错误、其他状况的时候，也会直接在这边显示。其实我觉得比起单纯只有灯号显示的这一种呢，更让我眼睛可以一看到说，哦，现在喂食器好像有什么状况，我需要去处理一下。比起你看 App 跳出通知，会更加的直觉一点，我觉得是蛮方便的。剩下的部分呢，我觉得跟其他喂食器的设定呢，基本上都差不多啦。这一台 Haribo 的 RFID 喂食器呢，原则上我觉得它整体的设计呢都还蛮好的，用了1个礼拜下来，我觉得没有其他太大的问题。唯一就是刚刚讲的那个食盆，如果可以稍微修正一下版本，我觉得应该会是不错。可能未来看能不能有机会新增什么视讯版的啊，让重量侦测这件事情呢可以做得更好的话，我觉得就更完美了。好啦，那我们就分享到这边啦。这台 Haribo 喂食器呢，目前是卖5690，我觉得价格还可以，毕竟呢 RFID 相关的设备呢其实都不便宜了，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看看。大家如果对这台 Haribo 的自动喂食器呢还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在底下留言。那我不是派电，下次见喽，拜拜。